5700年前，一个原始人将灼红的木炭放在一根羊的肩胛骨上，随即羊的肩胛骨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这看似原始的行为，却暗藏着华夏文明最早、最朴素的神秘统计学。今天，让我们通过实验复现上古先民的占卜记忆，看他们如何用骨头预测未来。这几块兽骨出土于傅家门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祭祀坑中，距今57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标记2的兽骨上可以清晰看到其灼痕，在3号和4号上面还能看到 S 型和2条线的符号。在那个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是人们已经学会将符号刻在兽骨上，提出自己的诉求，而神明则通过裂纹去回馈其所想要的答案，至此人神互通。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在河南舞阳距今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龟甲，上面写着木字符号，龟甲中装着疑似用于占卜的小石子。这2个不同地方出土的存活于不同时空的神器，穿过悠悠岁月，最终将在殷商的土地上汇合。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2个文物，后续在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及至商朝早期，我们能看到卜骨一直以来都伴随着华夏上古先民，鼓励他们不断走出蛮荒，对抗自然。那为什么偏偏是骨而不是其他东西？这源自于中国早期宗教信仰体系的特色之一——万物有灵。《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在发鸠山上有一种鸟，赤喙白首，原先是炎帝的女儿，名字叫女娃。她去东海出游，结果溺死在东海之中，于是化身为鸟，名唤精卫。她常常叼着西山的木石去填东海，而这种人与鸟类灵性互通，木石可以通神，禽鸟可以复仇的神话，其内涵便是万物有灵。正因万物有灵，所以承载万物之精，而百年不腐的骨头，至今在某些文化中依然是灵气不灭的载体。在新石器时代，先民摄入蛋白质的方式仍是渔猎，甲骨文中天干之首的甲字便是渔网的象形。那时候人们在烧烤瘦肉时，由于兽骨加热不均，内外温差而产生突然崩裂。先民在万物有灵这种朴素信仰的熏陶之下，将兽骨开裂的形状和次日打猎的情形联系在一起，并且将所有事例进行一个汇总。至此，裂纹不再是简单的裂纹，而被称为兆。不同的兆对应不同的结果，这种统计学得到的结论，即使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中依然口传心授，形成古卜理论。到了夏朝的二里头文化，卜骨已经规范化、体系化的进行加工，呈现的兆纹也更加清晰。正因为这古卜的技艺展现出它的一个特殊时代下的指导性，加上人们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让这种占卜方式在华夏文明发展之初，乃至到了汉朝汉武帝时代都一直盛行。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古卜其实要早于龟卜。那为什么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龟甲却一步步走上了主流的位置？为什么上古人会崇拜龟呢？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旧有的文献得到部分线索。《史记·龟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龟1000岁乃满尺2寸。再有《春秋公羊传》记载，1000岁的龟会长出青髯，知晓吉凶。由此可见，在古人的神话中，龟能活1000年，这是它们具有的第一个特性。《礼记》中又记载，麒麟、凤凰、龙、龟称为四灵。龟因为人的饲养，其对人情感的感知没有丧失，所以龟比其他动物更加通人情，这也让龟成为了甲虫之长。龟的长寿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人间的旦夕祸福，所以从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下，聚集着龟1000年寿命能量的龟甲成为甲骨占卜的主要工具，便是历史和文化的必然选择。至于骨，由于限于篇幅，我们简单说一说。骨大多数使用的是牛、羊、猪的肩胛骨，同时出土文物中还有鹿、犀牛、象的头骨，甚至还有部分人的头骨。那么现在我们将历史上几个代表性的占卜用的甲骨罗列出来，不难看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都是直接烧灼骨头，
而从二里头文化开始，鼓上出现了凹坑，到了商朝，凹坑成了专有的形制，到了周朝以及汉还出现了不同的形制，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它在专业术语里叫做工制。工制包括对肩胛骨的骨臼、龟甲甲桥等部位进行切割，这里我们就不进行赘述了，我们单单只讲龟甲上凹坑的工制，即是钻凿。上期我们说过，甲骨占卜的核心是需要在甲骨的表面形成卜字形兆纹，如果直接对补骨进行烧灼，会经常性出现单根较长的兆纹，从商朝判定标准来说，被称为不告，即是无效的意思，所以有必要控制兆形成卜字，以便于进行分析，这就是钻凿的目的。周礼记载，卜师执掌龟的4兆之法，分别为方兆、宫兆、义兆、宫兆。学者认为，这便是关于甲骨钻凿方式的记载。二里头文化补骨是通过一个圆的钻头撒上砂石，利用10英的硬度，逐步将骨头磨出一个圆形的钻孔，在钻孔部位琢造。在实验中，我进行了10次琢造，其中呈现卜字形裂纹的仅有1次。商朝常见的方式是通过砂轮沿着龟甲切割出纵线，之后在纵线旁进行圆钻，钻出钻孔，钻孔深度在龟甲厚度的1/2到1/3，之后再通过砂轮继续修饰圆钻旁边的纵线，让其变深到几乎透出龟甲的情况。这样在圆钻部位进行琢造，理论上来说会在纵线部位先开裂，而纵线延长向侧边产生崩裂，形成横向的裂纹，这便是卜字形兆纹的形成原理。实际真的如此吗？非也。在此种工艺下，我一共琢造56次，形成卜字形裂纹共计14次，纵线往往没有产生开裂。之后的是周朝，周朝到汉朝一脉相承的就是图示中龟甲的方形凿坑和兽骨的圆形钻坑。龟甲方形凿坑是通过刀器不断深掏而成，兽骨圆形钻坑则和商朝的类似，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兽骨的圆形钻坑，它是通过平头的钻撒上砂石，一步步磨出形状。所以呢，无论是龟甲还是兽骨，周朝他们的钻凿底都是平的，而且很深，几乎要透过甲骨。在每个坑的中间会切一小根很细很细的直线。此2种方式我总共做了32次，不算齐全，但值得注意的是，龟甲共做了28次，而多达20次均出现了卜字形兆纹。还有趣的一个点是在于，当使用二里头文化的工制方式时，兆纹彼此入侵的现象非常常见，即邻近的兆纹开裂，把原先已经出现的兆纹再次崩开的一个情形。而当我们通过商朝、周朝的工制方法，尤其是周朝的，我们会发现，无论钻凿大小，都能将兆纹有效地限制在某个区域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商周龟甲上的钻凿坑都能密密麻麻地进行排列。由此可见，从夏到周，古人一直在尝试找到让甲骨稳定地呈现出可以用于分析合格的兆纹且节约材料的方式，这是他们一个优化的方向。其他兆纹还有双钻、单钻、双钻加纵横、椭圆形钻孔等方式，其呈现情况均不如方凿的成效，在此我就不一一进行赘述了。到现在我们谈了甲骨占卜的源流、甲骨占卜的选材以及它的加工，那接下来自然而然要谈最核心的琢造与实造了，但是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只能留到下一期继续进行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下期玉林夫子再见。